易卜生于写实主义戏剧谢朝中作。自然主义。自然主义是一种戏剧运动，源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和当代政治经济条件。左拉是他的主要支持者。他的论文《戏剧中的自然主义》1881年认为诗歌无处不在，而不一定要是过去的或抽象的。中产阶级的小公寓比历史上所有空荡荡被重铸的宫殿都比较多诗意。左拉思想的实现因缺乏能写自然主义戏剧的剧作家而受阻。Ander Antoine 于1880年代凭着他的自由剧院出现，该剧院只对会员开放，因此免于审查。他很快赢得了左拉的认可，并开始上演自然主义作品和其他外国写实作品。写实主义。19世纪的写实主义与现代戏剧的发展密切相关。人们通常说它始于1870年代初易卜生的中期作品。易卜生不用韵文中的写实主义戏剧影响巨大。在歌剧中 Verismo 指的是一种后浪漫主义的意大利传统，它试图融合左拉和易卜生的自然主义。它包括现实的，有时是肮脏或暴力的，对当代日常生活的描绘，尤其是对下层阶级的生活。易卜生。易卜生以我们今天仍然在剧院中看到的写实主义，彻底改写了戏剧规则。他把欧洲舞台从它的样子、无聊人的分心玩物拿开，并引入了一种新的道德分析秩序。不用童话人物和不可思议的情节，易卜生将他的观众带入了普通人的家中，在那里资产阶级保守他们小心保守的秘密。然后他将因具有挑战性的假设和直接对抗而产生的冲突置于非常现实的中产阶级背景之下。皮尔金。皮尔金记录了主角从挪威山脉到北非沙漠的旅程。根据 Klaus van Denenberg 的说法，它的起源是浪漫的，但该剧也预见了新兴现代主义的分裂。电影式的剧本将诗歌与社会讽刺和现实场景与超现实场景融为一体。易卜生在刻意无视19世纪传统舞台艺术对戏剧施加的限制的情况下，写下了皮尔金。他的40个场景在时空和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畅通无阻，融合了民俗幻想和朴实无华的现实主义。Raymond Williams 将皮尔金与 Strandberg 的早期戏剧《幸运彼得的旅程》1882年进行了比较，并争辩说，两者都探索了一种超出当时剧院能力的新型戏剧动作，两者都创造了一系列语言和视觉组成的图像，在技术上只有在电影中才有可能。皮尔金于1876年在奥斯陆首演，由葛利格创作原创音乐，其中包括一些当今最受认可的古典作品。该剧的当代影响一直延续到21世纪，它在国际上广泛地在传统和现代实验作品中演出。